最近我加入了一个马德里的徒步群，在上周我们活动的时候，有2个群友跑过来喊我王姐。我没想到我这样一个订阅刚刚过1000的小频道，竟然在线下也能碰到我的观众。我只能说 YouTube 你有点东西，它精准地将我的视频推荐给了和我有着同样爱好的朋友。其实我一开始做这个频道也是想把它当做一个游戏，因为我看过有很多的 YouTuber 分享他们的频道开通盈利的经验，所以我也想试试看看我是不是也能达到这个目标，或者我多久能够达到这个目标。我是今年1月1号发布的第1条视频，到3月22号的时候一共12条视频，达到了 YouTube 合作伙伴计划，也就是 YPP 可以开通盈利了。那从3月22号到今天，我的收入一共是30多欧，不到40欧，也就是说每天不到1块钱。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它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除了工资以外的收入，而且它也是我2026年实现的第1个愿望。在此我要由衷的感谢观看我视频的你，是你的关注印证了我的频道理念，只要你想开始做一件事情，什么时候都不晚。今天我就想聊一聊我这样一个完美主义的拖延症患者是怎么通过降低门槛来开启这个频道，以及培养我的另一个爱好的。我其实是在10年的时候就自学了 Final Cut Pro， 也就是苹果的一个剪辑软件。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为公司和朋友的婚礼剪片了。在15年我去西藏旅行的时候，我的朋友还说我应该当一个旅行博主。但就是因为我知道制作视频的后期其实比你的拍摄需要花更长的时间，而且我不希望在我享受当下的时刻，脑子里还要想着这一段在后面应该怎么剪，所以我就把我的感受和想法转化成了文字发在我的朋友圈。可能是 INFJ 天生的使命感吧，我从小就有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很可笑的想法，就是造福人类。但是碍于我的能力有限，我只能把我身边美好的事物分享给我的朋友，希望他们和我一样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爱，希望这个世界更美好。而在加拿大和西班牙的这几年，每次遇到一个新的知己，我们在聊人生的时候，总会有同样的感悟，所以我想那不如就把它记录下来，也许会找到更多和我们有共鸣的人。所以这也算是我做这个频道的初衷吧，而 YouTube 就是我实现这个想法的手段。那前面有说，其实我很早就具备了制作视频的能力，为什么迟迟没有开始呢？因为我一直想着我要有更好的设备，我要收集更多的素材，我要能做出来我自认为完美的视频，我才能把它发出来。另外一方面，我又担心如果发出来的视频没有人看怎么办？而这一次我想的是，我不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看呢？而且在看过了很多的 YouTuber 分享之后，我发现其实不需要什么高端的设备，只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开始。所以我就用我这个15年去西藏旅行的时候用的带三脚架的自拍杆和在亚马逊上买的迷你麦克风，开始了我的录制。而且我为了减轻自己的后期负担，我没有选择加入任何的 B-roll 素材，也没有什么花式转场和剪辑，因为我知道达成我目标的最低门槛就是我能把视频录下来发出来。关于化妆，其实我不是没想过，但是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化妆习惯的人，除了重要场合，我平时上班和出门都是不化妆的。如果我是为了这个视频而化妆，那么很有可能就是我用半个小时的时间化完了妆，结果发现眉毛画的不对称，粉底卡粉，或者是腮红过重，然后我有可能因为过度的能量消耗，连开机的力气都没有了。所以为了能够实现我最轻松开机的状态，我就选择不化妆。还有我在前几期每次录制的时候，我都穿着同样一件毛衣，因为我想降低我的选择成本。但后来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不得不换衣服。所以我录视频的状态其实就是让我自己最舒服的状态。我发现那些我毫不费力就能够做的事情，反而是比那些我需要靠意志力硬撑的事情坚持得更久。比如我去年养成的游泳的习惯，我是在我30岁的时候自学的游泳，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坚持下来，有的时候1个月才去一次。去年我和我一个跑马拉松的朋友说，
我给自己定了1周游3次泳的计划，但是我有的时候1周连1次都去不成，然后我就开始内耗自责。他说，那你要不要把你的目标改成1周1次试一试，只要去1次就算完成目标。我用了他这个降低门槛的方法，还真的有用。我现在已经养成了每周雷打不动1次游泳的习惯，如果不去都会觉得浑身难受。除了下调了我的目标以外，我还在每次出门前就把泳衣穿好。因为我发现我之前之所以不爱去，就是因为我一想到去了那儿之后还要换衣服，就觉得特别麻烦。但如果我在家就把衣服穿好的话，那么我去到那儿只要把衣服一脱，鞋一换，戴上泳帽、泳镜和耳塞就可以下水了。我最近入手了一副骨传导的耳机，边游泳边听歌。游完泳之后还可以到旁边的桑拿房再蒸一蒸，所以每周的游泳变成了一次享受，而不是一件需要靠意志力坚持的事情。我觉得生活也应该是这样，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方式，不设远大的目标，每天进步一点点。如果你也觉得人生在任何阶段重新开始都不晚，那么你有可能会对我35岁才第一次留学加拿大，40岁又搬到西班牙工作和生活的经历感兴趣。之后我会分享更多我的真实生活和人生感悟，我们下期再见喽。